继续告诉你个残忍的真相，其实没有几个人的婚姻是幸福的，婚姻本身就是反人性的。而且人类并不比动物高明多少，人类发明婚姻完全是为了达到自身某种目的的一个阴谋。一夫一妻制对于忠诚品质的要求跟人性是恰好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一男一女一旦进行捆绑，就意味着彼此失去了自由。所谓的花心和忠诚就相当于运动和静止的关系。如果你要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两者所有的相处期间内，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从头脑到情绪到身体都完全的忠诚于对方，那是违反自然规律，显然不可能。所谓的爱情，那也无非就是荷尔蒙冲动下被洗脑的结果，哪有那么多的爱情？同时这种冲动也无法持久。爱情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爱情就是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就再也忘不掉你的那股冲动，其本质不过就是人类繁衍冲动的诗意化描述。实际人类文明化的进程就是一边在克制着本能，一边又在美化这种本能的过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新鲜感过去了，爱情很容易就会消失。所以爱情不同于婚姻，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感受。与其说你深爱着一个人，不如说你是在爱着那个在乎对方，为对方付出的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而婚姻则不同，婚姻是一种制度，本质是一种经济关系。你去看看民法典，关于婚姻的部分，90%都在讲怎么分钱，对于爱情只字未提，更没有规定人要因为爱情而结婚。结婚是为了生存、繁衍、合作、共赢，是为了私有制财富的传承以及社会稳定构建起来的一种经济上的合作关系，说白了就是搭伙过日子。爱情是看对方的长板，婚姻则是看对方的短板，只要对方有你喜欢的优点，你就可以陷入爱河，而对方的短板你要都能接受才能进入婚姻。现在很多人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他们把两者的关系搞反了。很多人拿着爱情的标准去要求婚姻，又在婚姻的视角里去审视爱情，这就是很多人婚后痛苦的根源所在。真正能让两个人在一起的一定是合作愉快，但合作愉快的前提是彼此满足，这就包括了物质的满足和精神的满足，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很高的要求。不信你可以做个需求调查，重点来了，你把双方各自的需求，包括各种那种离奇的需求，还有那些只是在自己脑子里想过闪过的需求都写出来，你就会发现一方的需求一定会让另一方绝望或者是羞愧难当。合作愉快靠的是双方的价值贡献，如果一方不成长，价值降低，必然就会成为另一方的拖累，影响价值收益。人性是不愿意吃亏的，所以长此以往绝对会被淘汰出局。